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白敬亭谈转型，绿10年后饭碗，破圈背后藏清醒。前段时间刷到白敬亭的一段采访，没想到一开口就把我看愣了。他说，不想只活在眼前，而是的想想5年后、10年后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有戏拍。听着像句平常话，但细品之下，却字字都是真知灼见。很多艺人在红的时候享受掌声，在不红的时候感叹命运无常。但白敬亭显然不是那种只看眼前、靠运气走路的人。他的转型一时，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基于对整个行业生态的清醒认知。他知道，演艺圈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地方。今天是顶流，明天可能连进组的门都摸不到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让明天成为未知数。行业变天，他先冷静思考下一步。过去几年，影视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，一方面是整体项目数量大幅缩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近3年来，国内影视剧数量减少了65%以上。另一方面是资本退潮，流量泡沫破碎，观众的口味变了，平台的标准变了，演员的处境也变了。这种变化来得快又猛。前几年还活跃在各大剧集里的当红演员，忽然就查无此人了。前段时间胡一天上热搜，不是因为有新戏上线，而是他在600多天里没有进组拍戏。这位曾经爆红的偶像演员都能遇上这么长时间的空窗期，行业环境的严苛可见一斑。对于白敬亭来说，他不可能对这种现状视而不见。一个演员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定位与方向，只靠流量吃饭，只沉浸在舒适区，那么一旦行业风向变了，很可能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。不当偶像剧脸，他主动选了难走的路。白敬亭出道于青春偶像剧，那张干净清爽的脸，加上温润有礼的性格，很容易让人将他贴上校园男神奶系男友的标签。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困在这样的设定里。最初的几年，他拍了不少青春类作品，也收获了人气，但他很清楚，这类角色是有时间窗口的。青春是流动的，不会永远停在22岁。人气再高，如果总是重复自我，总有一天观众会感到疲劳。于是他开始选择突破，比如开端里那个思维缜密的游戏架构师萧鹤云，这个角色带有强烈的类型设定，涉及时间循环、逻辑推理，对演员的节奏感和理性表达能力要求很高。但白敬亭演得克制又精准，完全颠覆了观众对他偶像演员的刻板印象。再到南来北往，他饰演的是一位朴实、坚定、带着老铁路人影子的基层民警汪鑫。这种角色没有光环，没有滤镜，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情感落点和人物质感。白敬亭在这部年代剧中的表现沉稳、接地气，赢得了不少路人缘。有人说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非要靠实力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。他宁愿走一条起初看起来不那么讨喜的路，也不愿被流量架空，被市场边缘。不只是演戏，他把未来10年盘得明明白白。真正让人佩服的是，白敬亭不仅改变了当下的自己，他还在为未来的自己铺路。在采访中他说，你不能只想着现在的热度，要考虑5年后、10年后还有没有人找你拍戏。这话说得很实在，也很透彻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演员这份工作不是靠曾经红过来维持，而是靠始终有实力来生存。所以他不只接不同类型的戏，还决定挑战更纯粹、更严苛的表演形式话剧。要知道，话剧和电视剧完全是2种节奏。话剧没有剪辑，没有补拍，没有滤镜，每一句台词、
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在观众眼前真实的完成。舞台上没有回避，没有回头路，全靠演员的基本功和情感深度。白敬亭愿意下到这个表演原点去练功，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感。这不是为了跨界话题炒作，而是为了在未来有更广阔的戏路，更多元的角色选择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高配打工人的思维？不仅考虑今天的绩效，更提前布局明天的职场稳定性。他没把观众当傻子，观众也回馈他真诚。白敬亭的采访总是能戳中人心，不是因为他多么煽情，而是因为他说的都是真话，没有虚头巴脑的感恩发言，也没有一味讨好的营业腔调。比如他说，你在行业里表现得足够好，才会被选上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概括了整个职场的核心逻辑。想要机会，不是靠运气，不是靠炒作，而是靠实力。他不装，也不端。你看他的作品，就知道他在认真工作；你听他的发言，就明白他在清醒思考。这种不迎合、不盲从的态度，在如今这个浮躁又快节奏的娱乐圈里，反而显得难能可贵。他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，也没有辜负自己的选择。在南来北往中，那种克制又坚定的表演，打动了很多原本路人的观众。有观众说，以前觉得他就是帅，现在发现他还挺会演。这就是实力转化而来的认可。他不是唯一清醒的人，但他是最会执行的那种。其实娱乐圈不是没有清醒的人，杨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从当红花旦一路转型制片人，清楚知道流量只是起点，能力才是通行证。她能一直有戏拍，有话语权，有市场认可，靠的不是红，而是稳。白敬亭也是，他和杨幂一样，都不靠外界定义自己，而是自己定义未来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清醒从来不显得功利。他不冷漠，不算计，只是足够理性，也足够踏实。就像他说的，想在这条路上走很久，所以他不贪眼前那点风头，也不急着和人抢戏，只想把每个角色演好，把每个选择走稳。给每一个普通人一个提醒，别只看今天，要想想5年后你在哪儿。说到底，白敬亭的转型之路不只是演员故事，它还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一个打工人，每一个在职场摸爬滚打的人。今天的稳定不代表永远的安稳，今天的成绩不等于明天的安全。行业在变，规则在变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人。白敬亭说，他拍戏时就在想，5年之后我在干嘛？还有没有这个机会？我们普通人其实也该问问自己，5年后我还在现在这家公司吗？我做的这份工还被市场需要吗？我有没有新的技能，能应对变化？这不是焦虑，是必要的前瞻性，不是贩卖危机感，而是建立主动性。只有像白敬亭那样，一边做好现在的事，一边为未来做准备，才不至于在变化来临时被动应对。白敬亭的成功不是偶然，他没有靠命运安排，而是靠自己思考。他不是流量的附庸，而是一个用脑子演戏、用诚意走路的职业演员。他想好了5年后、10年后的自己该成为什么样子，然后一步步走在那条路上。可能过程不热闹、不爆红，但却扎实有力，走得久也走得远。对于正在职场上打拼的我们来说，白敬亭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转型的范本，更是一种现实生存的智慧。别把眼光只放在今天的薪水和热度上，你更该问的是未来，你还有没有竞争力？你想不想为自己争一个持久版的机会？你说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你有没有为5年后的自己做过什么准备？